Premiere Pro 是现在市场上面最专业、功能最齐全的剪辑软体，也是最多 YouTuber 正在使用的剪辑软体。如果你也打算使用这款剪辑软体，那么看这部影片就对了。我会手把手的带你学会 Premiere Pro， 从基本的剪辑、转场、特效到输出影片，也会告诉你很多加快你剪辑效率的小技巧。无论说你是刚开始接触影片剪辑，还是之前有尝试过，但是觉得很复杂，这支影片都会带你快速上手。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主要分关于一次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哦。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如果你是影片剪辑新手，这里还特别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在里面会分享给你很多实用的剪辑技巧，来帮助你提升影片剪辑效率。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那现在呢，我就打开了 Premiere Pro 了。我们可以点击左边的这个蓝色的按钮 New Project， 那这边呢，我们需要给我们新项目命名，然后呢，选择一个存储的位置，接下来呢，就可以选择 Create。 那它首先呢，会进入到这个界面，这边呢，会有 Premiere Pro 准备的一些预设的素材。如果说你想直接进入到编辑界面的话，你要选这个 Edit。那下来呢，我就进入到了 Premiere Pro 的剪辑界面了。那大家注意到了，我这个界面呢，它是属于英文版的。如果说你想切换 Premiere Pro 它的界面语言，对于 Windows 系统的电脑呢，你就需要去按住 Ctrl 加 F12。如果是苹果系统电脑，需要按住 Command 加上 FN 加 F12。这边呢就会跳出这个框，然后呢你选择这标志，在这边呢选择 Debug Database View。在这边呢，你可以搜索 APP， 然后呢找到这个 Application Language， 这边英文它的代码就是 EN 下横线加上 US。 那现在 Premiere Pro 它只支持中文简体的版本，那中文代码呢就是 ZH 下横线加 CN。 那如果说你想要有中英的双语，那你可以勾选这个选项，这底下有 Application Language Bilingual， 勾选这个选项，当它变成 True 的时候呢，就是代表你已经选择了双语选项了。然后呢，你可以关闭这个界面，以及关闭 Premiere Pro。那现在我重新打开了 Premiere Pro 了，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界面语言呢就变成双语的了。我可以直接选择我该创建好答案。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所有的界面它的语言呢都变成双语的了。那现在这个界面呢，就是 Premiere Pro 它的一个默认的工作区的设置。那每个区域呢，我都是能够随意拖动的，或者说呢，去给它调转一个方向，或者说呢，把它拉出来，然后呢，放到一个其他的位置。比如说把这个区域放到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我能够去任意的调整它的工作区。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去恢复成默认选项的话，你可以选择窗口，然后呢，选择工作区，这边呢，选择重置为保存的布局，那就又回到了最开始这个工作区的布置了。那我来介绍一下 Premiere Pro 它的一个工作区的布局。那左边这个区域呢，它是可以有很多的功能的，它能够让你去调节影片素材的属性，找到一些效果，或者是预览的素材文档，在这边呢都是可以做到的。那右边这个区域呢，就是让你去预览你正在剪辑的影片的。然后左边这个区域呢，就是能够让你去导入素材，同时呢，你可以加入一些影片的效果。你的主要的剪辑操作呢，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导入素材呢有很多种方式，那比如说呢，你可以选择这个按钮，你就可以找到你的文件夹，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你要去加入的影片素材，或者说呢，有一个更加快捷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直接拖入。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我就拖入了我的影片素材了。那在底下呢，你是可以调节它的预览形式的。现在呢是图标的视图，你可以切换成列表的视图。那一般来说呢，我是更加喜欢这种图标的视图的，能够更直观的看到是什么样的素材。那如果说你有很多素材的话，你需要去创建不同的文件夹来归类你的素材。那这边呢，你可以选择新建素材箱，然后呢，你可以为它更改名字。更改完名字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把相关的影片素材去拖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了。当我点开这文件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就包含我刚才拖入的素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去在时间线里面创建序列了。那有一个非常快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拖入你的素材到这个时间线里面， Premiere Pro 就会自动的帮助你创建这个序列了。这个序列的设置呢，就是和这影片素材的设置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你想更改设置，你可以来到左上角这边序列，然后选择这个序列设置，在这边呢，你可以做出相对应的修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剪辑我们的素材了。剪辑素材的第一步呢，就是你要去初剪，也就是呢，你需要去剪除掉你素材在录制过程中你不需要的部分。那这边呢，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呢，你可以依照你素材里面的音轨波纹来进行剪辑。那这边呢，我可以先把我这音轨去变大一下，往下拖，我这音轨呢就变大了。你就能够更明显的去看到整体的音轨波纹了。如果说我的音轨波纹它是平的，就代表呢我是没有说话的。还有呢，像这样子短暂的凸起，我也是知道呢是我不需要的部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这一段呢，我是不需要的。那在 Premiere Pro 里面呢，想要去剪辑有很多种方式。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说你看到从开头到这边都是我不需要的，我就可以直接拖拽。当我把我滑鼠放到这开头的时候呢，你可以注意到呢，它变成一个这样的形态，然后可以拖动它。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前面的这一段都是没有的，然后可以选择这空白的区域，按住键盘上面 Delete。那我这个素材的起点呢，就变成最开始的起点了。然后结尾这一段呢，也是一样的，我已经说完了。那后面的这一段空白部分呢，也是我不需要的。我还是一样能够把滑鼠去放到这个结尾端，然后呢，往回推，这个时候呢就去除掉了后面那个我没有说话的部分了。这就是一种在 Premiere Pro 里面进行剪辑的方式。那如果说我在中间这一段我没有说话怎么办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我的音轨波纹是完全平的，就代表我是没有说话的。那我就可以使用第二种方式去剪切了。我可以选这个剃刀工具，它的快捷键呢是 C， 我可以在这边呢做出一个切割点。这突然凸起的部分呢也是我不需要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去做出一个切割点，然后呢，要返回选择这个选择工具，它的快捷键呢是 V， 然后呢，我需要选择这中间一段的素材，按住键盘上面 Delete 去除掉，然后呢，点击这个中间的空白区域，按住键盘上面 Delete， 那后面的部分呢就接到了前面的部分了，这样呢，你就可以剪除掉影片素材中间的一些你不需要的部分了。如果说你要调整一下这整个时间段里面素材的大小，你可以拖动底下这个时间轴，往左拖它就变大，往右拖呢它就变小，或者是你按住键盘上面的减号，它就缩小，加号呢就是放大。那这边呢我还可以再添加个素材，那我已经知道了这整个部分呢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呢就可以去拖动它，然后呢点击这空白区域，按住 Delete就删除了。那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呢，有一段空白区域，所以呢，我在这边去做出一个切割点，按住快捷键 C 变成剃刀工具，这边创一个切割点，然后呢，再到这个时间点，这边呢，再教大家一个波纹剪切。如果说我还是使用剃刀工具的话，我需要做的步骤就是在这边呢创这个切割点，然后呢选择这个切割的区域，把它删除，再选择空白的区域，再把它删除。这样呢才会结束。那如果说我选个波纹剪辑，那比如说我要从这个时间点去切除掉之前的这个部分，我可以按住 Q， 你就可以看到呢，不仅是我把刚才的部分去除掉了，同时呢，我后面的内容也是接上了前面的内容的。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节省很多的步骤。那如果说呢，我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切割点，那从这个时间点到这个切割点，这中间的部分呢，也是我不需要的。我也能够去做出波纹剪切。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按住快捷键 W， 那你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部分呢就去除掉了，后面的这个部分呢也快速连上来了。那这个是我通常用 Premiere Pro 剪辑的时候会用的操作。还有这后面也是一样，我可以快速的按住 W 就能够切除掉这后面的部分了。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快速，所以呢就能够用这些技巧来快速的帮助你去进行初剪，剪除掉你素材里面不需要的部分了。在我们进行初剪完成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去丰富我们的影片。那通常来说，有一种方式就是添加 B-roll 的影片素材。那像我这画面呢是影片的主画面，它叫 A-roll。那 B-roll 画面呢就是叠加在我这主画面上面的影片素材。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去丰富我的影片，去增加整体影片的层次感。比如说我在讲解一个车的时候，与其呢我在镜头面前说车是怎么样的，还不如我直接展示这个车真实的样子，就会让观众是更加理解的。那这边呢，我准备了一个 B-roll 素材，我可以双击一下，在这上面呢就可以先预览一下。那如果说我想使用整段的 B-roll 素材，我可以直接拖动，你可以看到整段的 B-roll 素材呢都拖入到我的主画面上面了。那如果说我只想使用其中的一段素材，那我就可以去节选了。
那在 Premiere Pro 怎么去节选呢？比如说呢，我想从这个点开始，那我需要去创建一个入点，你可以选了这个标记入点，它的快捷键呢是 I， 那这边呢就创建一个入点了。从这个入点到这最后呢，都是我截取的区域。假如说我在后面还想标记个点，做一个出点，我可以挪动它，比如说到这个点，选这个标志，标记出点，它的快捷键呢是 O， 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就标记了一个入点还有出点，这中间的区域呢就是我截取的区域。那我这个素材呢，它是既有视频还有音频的。如果说我只想使用它的视频部分，我可以选择它仅拖动视频。那这边呢还用仅拖动音频，那我就选择这个仅拖动视频，挪动到这个位置里面。那这边也来顺带的介绍一下 Premiere Pro 里面它的轨道设置。在 Premiere Pro 里面，你是可以创造出多层的轨道的。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有 V1、V2、V3，就代表它是影片的轨道。这边 A1、A2、A3 呢，就代表它是音频的轨道。最上面轨道内容呢，会覆盖到底下的内容的。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我这 B6 影片的素材，它属于 V2 轨道，就是第二层的轨道。它呢是会覆盖到我这个第一层轨道里面的一些内容的。如果说我选择把它变大，我来到左边选效果控件，在这边呢选择缩放，把它变大，覆盖我整个影片的主画面内容，就可以看到我底下的主画面内容呢是看不到的。只有呢当它播放完成之后，在这个时间点我才是能够看到我主画面内容的。那对于影片的素材呢，在左边效果控件里面，你也可以去修改很多它的属性。比如说呢，你可以做出旋转，你可以看到我就能够随着旋转了。也可以呢调节它的不透明度，或者说你可以调节它的这个混合模式，比如说可以选择叠加，你就可以看到会变成这样的效果。接下来呢，也可以加入图片的素材，这边呢我准备了一张图片，我也是呢可以直接拖动，那这张图片呢刚好能够覆盖到我整个荧幕的。那如果说想缩小的话，在这边效果控件里面选择缩放，缩小到一个合适的区域，然后在这边位置这边呢也可以拖动它，这个是左右移动，而这个呢就上下移动。然后呢，也是能够去旋转的。那如果说你要调节一下这张图片它出现的时间，你可以直接挪动它的图层，比如说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呢就消失，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节点之后呢就消失了。接下来呢就可以加入文字了。想去加入文字呢，在这边工具选项里面找到这个文字工具，然后呢你可以直接点击你的画面，现在呢就创建一个文字的图形了，你呢就能够去输入文字了。在左边效果控件这边，你可以找到这个文本，然后呢，你可以更改这个字形，可以把它变成粗体，以及呢调节它的颜色，还有呢增加它的阴影也可以，阴影呢也可以调节它的颜色，然后很多其他的属性呢，你都是能够在这边效果控件里面调节的。那你可以变成这个选择工具，然后拖动其中的一个角，你可以看到呢，我就能够去把它变大，然后呢挪动它的位置，对它进行一些调节，这样呢，你就能够去在画面上面去添加文字了。接下来一个呢，就是效果，在 Premiere Pro 里面呢，也是能够去加入一些效果的，但是在 Premiere Pro 里面，它的预设效果是比较少的。你可以来到左下角，然后呢选这个效果，这边呢你可以找到视频效果。那通常来说呢，我会选这个模糊与锐化。那在这个类别底下呢，会有这几个效果，通常呢会使用这个高斯模糊。那我可以直接拖动它，拖动到我想要去运用这个效果的素材画面里面。现在呢还没有这个效果，因为呢我需要来到左边效果控件里面，找到高斯模糊，再选这个模糊度，然后呢调节它的模糊度，你就可以看到呢，现在我的画面呢就变模糊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效果的话，你就需要去使用到插件了。那我自己呢就使用了阿丽丝的插件。如果是你选择了它的 Max 计划，那它包含一个其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使用它的插件去加入不同的效果。那还是来到效果选项里面，然后呢视频效果，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一系列的带有阿丽丝标志的效果，就是因为呢我安装了阿丽丝的插件。那比如说呢，我想让这个相机变得更加有质感一些，我可以添加一个带有光亮的效果。那在阿丽丝这边呢，我就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Light Flares， 然后拖到这素材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呢，它这边呢就增加了一个亮光了，会让我整体这素材的感觉呢更加高级。还有这边呢，我准备了这个素材，那在 Alex 里面呢有提供了这样的效果，就是这个雨天玻璃的效果，可以来看一下。那就可以看到呢，我整个画面就像是在透着雨天的玻璃看到了一样。
这样呢就能够去增加你整体画面的丰富程度了。这里 Alice 呢还有非常多的画面的效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是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使用 Alice 的 Max 计划，你可以获得额外2个月的试用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转场了。那转场呢，就是2个画面之间的一个过渡的效果。那这边呢，我准备了2个素材，它中间呢是没有转场的，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你可以看到，在2个画面之间切换的时候呢，是非常直接的切换，没有一个过渡的感觉，是非常生硬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加入一个转场。那还是一样呢，来到效果选项里面，这边呢，我通常会选择溶解转场。打开之后呢，我选这个交叉溶解。使用的方式呢，就是把它拖入到这2个画面之间。我们来看一下效果，你就可以看到呢，2个画面之间呢，就有一个溶解的效果的转场了。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溶解转场太慢了，你可以按住 Shift， 然后呢拖住它的一端，你就可以看到呢，就可以调节这个溶解转场它的时间了。现在呢，再来播放一下。这样的溶解转场呢就快了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音乐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发布 YouTube 影片，使用无版权可商用的音乐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使用了版权音乐到你的影片里面，你的影片就会收到警告，会影响到你影片的流量还有广告收益。所以在音乐的使用上面一定要非常慎重。这里我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 Alice 的平台，它里面提供了接近4万首的音乐。只要你订阅了这平台，你就可以无限的去下载使用里面的音乐了。而且如果你使用 Premiere Pro 来剪辑影片，你还可以直接在 Premiere Pro 里面就使用 Alice。那我现在呢，可以直接去打开 Alice 插件，在这边选用扩展，这边呢有一个 Alice Library， 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就可以直接展示给我 Alice 里面的音乐库了，非常的方便。在这边呢，我可以直接搜索名字，或者是可以选择分类，比如说按照新情境分类，这边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心情，或者是按照你影片的主题风格进行寻找。还有呢，按照音乐的类别进行寻找，比如说可以直接找到 Lo-Fi 的音乐，那这边呢就会展示给我所有 Lo-Fi 类别的音乐了。这边呢还有 Filters，BPM 呢就会决定这首音乐它的强烈程度，它的节奏快慢 ，BPM 越高呢，它的节奏是越快的。还有呢，音乐时长，底下呢你可以选择是否是含有人声的，或者是只有乐器演奏的部分。底下呢你还可以选择是由什么乐器进行演奏的，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方便。我可以点击这边去播放音乐。如果说我要选择这首音乐的话呢，我就可以选这边去下载。你可以选择2种格式 ，WAV 的格式或者是 MP3 的格式都是可以的。那很快呢就下载好了，而且呢直接是到我媒体库里面的，我可以直接拖入到我时间区里面。那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就加入了从 Alice 里面的音乐了。所以呢，这个插件的功能真的非常方便，而且呢，你想要找的音效呢，在这边也是有音效的。还有呢，它的这个 AI 文字生成语音的功能，你使用这个插件呢，也是能够去快速生成的，去作为你影片的话音。它也很快呢，会提供这个加入影片素材的功能。如果说你订阅了 Alice Max 计划呢，你还可以下载它里面的所有高品质的影片素材的。所以呢，Alice 平台呢，真的非常的划算，可以呢帮助你去制作出高质量的影片。那如果说我要切短这个音乐的话呢，我可以直接拖拽到和我影片的素材的长度是一样的。那这边呢，我也可以调节一下音轨的轨道。那如果说我想去调节这首音乐它的音量的话呢，有一个最快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滑鼠移动到这个中线这边，你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标志。如果说我往下滑，它的音量呢就降低了；往上滑，音量就增高了。这个呢是最快速的方式。然后你可以听一下它的整体音量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说呢，你可以选择右边这个工作区，然后呢选择音频，这边呢你可以选择音乐。那如果说你在影片里面有讲话的话，你可以开启这个回避，回避呢是依据这个人声的，你可以选择是否要调节这参数，然后呢选择生成关键帧，然后呢我会再选择这个响度，我会选择自动匹配，这样的 Premiere Pro 就会自动帮助你调节音乐里面的音量了，不会呢盖过你的人声。这个功能呢非常方便。如果说你想调节你自己影片里面的人声对话的话，你可以选择对话，在这边呢你可以做出更加详细的调整。
比如说你可以调节这个音量，对某一方面的声音进行增强都是可以的。想要回到编辑的工作区呢，你可以选这个工作区，然后呢选择编辑就可以了。接下来要说一下如何调节画面的颜色了。如果说要对画面进行调色呢，再选择这个工作区，然后呢选择颜色，这边呢你可以非常精细的去调整你画面的颜色。比如说呢我可以选择基本校正，在这边呢可以调节色温。比如说呢，我习惯是让我的画面呢变得更冷一些的，然后呢调节一下曝光度，再增加一些高光，增加一些白色，你就可以看到呢整体画面的效果呢就非常不一样了。在这边呢，你可以关掉这个设置，看一下调整之前的画面，这个呢是调整之后的画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区别。然后底下呢还有更多精细化的设置，包括呢这个创意选项，你可以调节曲线等等，你都是能够非常精细的去调节画面颜色的。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去运用到其他画面上面呢，你可以右击，在这边呢选择复制，然后选择你想运用这个颜色属性的素材，右击，选这个粘贴属性，然后勾选这个效果，颜色效果，选确定，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也变成这个调色属性了。那如果说你所有画面呢都是用同样的调色，那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创建一个新件项，然后呢选择这个调整图层，这边选确定。然后呢，移动到时间轴里面，覆盖我们所有的影片区域。你可以把你所有调色的动作呢，都运用到这个调整图层上面，这样就能够帮助你非常快的去调整整部影片的色调了。同时，如果你之后想要去更换成其他的调色色调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隐藏，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删除掉这调整图层，都是可以的，就不会影响到你本身影片素材它色调了。这是我更加推荐的方式去调整影片的颜色。在我们制作完影片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导出了。这边你可以为你的文件进行命名，然后呢选择存储的位置。这边呢我都会选这个预设，它是自动适应高比特率的输出，全部的影片设置呢都是和原匹配的。然后格式选择 H.264，其他呢都不需要去调整。范围呢是整个圆，就是整部影片，然后呢就可以选择导出了。现在你学会用 Premiere Pro 来剪辑影片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Premiere Pro 的剪辑技巧，你可以看这播放列表。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想让这部影片点个赞，也要记得订阅我频道，追踪 IG， 能够和更多互动。那我们下期片见，拜拜。